近日，根据印媒报道，印度重量级政治家、印度人民党创始人、现任印度参议员斯瓦米在一场签售会对中国隔空叫嚣道：如果中国政府不把部署印度领土的中国军队撤回到以前的实际控制线内，那么印军应该对中国军队开战。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近日，根据印媒报道，印度重量级政治家、印度人民党创始人、现任印度参议员斯瓦米在一场签售会对中国隔空叫嚣道：如果中国政府不把部署印度领土的中国军队撤回到以前的实际控制线内，那么印军应该对中国军队开战。当前来说，中国的军事力量对于印度而言是一个潜在的重要手段和威胁，尤其是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给出的最好回应就是针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予以同样的反制。不仅如此，我们还要让中国人明白，中国如果还不撤回其军队，那么我们要好好的教训一下那些中国人。现阶段的印度军队实力可不是1962年印度军队能比拟的。斯瓦米对中国放的狠话很快在印度国内的网络上发酵，其中印度的德干先驱报媒体则对此事进行了详细的报道。不少印度激进人士看过有关报道后，纷纷在报道的推特下留言，声称支持对中国进行强硬手段。不同于一般的印度政治家，斯瓦米这位发表攻击中国言论的政治家可谓是大有来头。斯瓦米是印度的资深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在印度政坛活跃60余年，堪称政坛不倒翁，同时也毕业于哈佛大学。值得一提的是，他师从大名鼎鼎的费正清教授，此人堪称国际汉学泰斗，头号中国通，是美国国内最了解中国的人之一。因此，在他的熏陶下，斯瓦米对中国的了解远比一般的印度人深刻，他甚至能讲中文。回到印度后，斯瓦米则作为印度政府知名的中国通，数次访问中国，对中印两国正常的文化和经贸合作持正面的肯定态度，也曾数次发文声称中印相互尊重。但是近来，针对斯瓦米向中国发出威胁的信号这一疑惑行为，有不少专家认为，斯瓦米此举是为了迎合印度国内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而说出如此荒唐的言论，其目的就是为了讨好这些激进派，以获取他们的支持。我国的军事专家则认为，目前中印的紧张局势责任全在印度一方。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印度趁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之际，悍然非法出兵侵占我国领土。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屡次前进，使我方提出的和平谈判的要求为软弱之举，继续的变本加厉侵占我国领土。在屡次的警告都被无视的情况之下，我国于1962年10月发起对印自卫反击战。我军以5个团 1.8 万人的劣势兵力进攻印度4个旅 2.2 万人的侵略军。经过1个月的战斗，我军自身伤亡2419人，其中有722名解放军战士阵亡，而印度则伤亡被俘了9961人，其中阵亡就高达3250人。我方可谓大获全胜，将印度全部驱逐，有力地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战过后，印度方面就老实了许多，不敢轻举妄动。到70至80年代，中印关系正常化，两国关系逐渐迈向了正常关系。但是，印度对于此战视为奇耻大辱，对1962这个年份耿耿于怀，因此动不动就提印度不是1962年的印度，其实际的意义就是警告中国，现在的印度的军事实力今非昔比。从俄罗斯西方购买了大量的先进武器装备，可有力地应对解放军。于是2017年开始，印度开始频繁的挑事。2020年甚至爆发了印度以优势人数非法入侵我国边境，导致我军出现人员伤亡的情况。这是45年来中印首度出现的流血冲突。此事件导致中印关系恶化，印方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的又增派5万精锐援军前往中印边境向国内造势，并且对我解放军官兵施加军事压力。结合印度这一系列的挑衅行为和斯瓦米歇斯底里的叫嚣，我方的军事专家则认为，如果印度胆敢入侵中国，那么印度所要付出的代价是远超1962年的。1962年中印两国的综合实力差不了多少，但是到了2021年的今天，
印度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军事领域，仍然全方位地被我方碾压。目前，印度在整个中印边境部署超过20万人，4支5军、10多个师的庞大军事兵力。别看这些人多，大多数并非机械化部队，机械化、信息化远非我新型合成旅的对手。而且这些部队的装备都是印度从世界各国买来的，装备五花八门，堪称万国牌，子弹什么的都要购买。这20多万部署给印军的后勤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使其达到了崩溃边缘。因此，别看印军数量庞大，但是存在的问题却是一大堆。如果印度自不量力，无视中方善意的警告，对我方挑起军事冲突，印度的结局可能比1962还惨。我方则可以使用空地一体的模式，对其进行全面的反制，用大量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攻击敌方的后勤补给线、军事机场、交通枢纽等重要目标，同时用陆航的武装直升机和空军的攻击机、战斗机以及无人机等对其重要的目标进行打击，然后再采用火炮、火箭炮的方式给予敌方人员重大的杀伤，最后再派遣陆军部队进行歼灭或驱逐的任务，从而在物理上彻底地消除印度的侵略野心。